牆上這麼一摟，就收集了滿滿一袋蚊子。但这仅仅是孩子們的開胃菜，還說孩子們最愛吃的其實是蒼蠅。接着他來到一個塑料桶前面，說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掀開蓋子，那味道簡直比奧利給還奧利給，綠頭蒼蠅漫天飛舞。大叔說這是10天前買的雞腸子，在室外整整發酵了10天，就生成了這些蒼蠅。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孩子會喜歡吃這些東西？節目組跟着大叔來到一座大棚，大叔先把抓到的蚊子全部放了出來，瞬間就跳出來了上百隻樹蛙。原來他口中的孩子就是這些樹蛙。树蛙的乾飯時間到，一口一個，那是真香。隨後大叔又把蒼蠅放了出來，看得出來树蛙確實挺愛吃，口感比蚊子好多了，一口下去還會爆漿。大叔養了3個大棚的樹蛙，一座大棚就有1000隻，還都給他們取了名字。大叔說養樹蛙純粹是因為喜歡，自己把樹蛙當成了孩子。樹蛙也很喜歡大叔，只要大叔出現，樹蛙就會跳到他身上，不一會兒身上就爬滿了幾十隻。不僅如此，他在家裡也養了一缸樹蛙，就連吃飯也和樹蛙一起。大叔說這樣才有食欲。家人都不能理解大叔的愛好，尤其是兒子，和樹蛙比起來，感覺自己不是親生的。如果養寵物有段位的話，下面大爺的寵物更驚人。他把600斤的野豬當兒子養，會騎着野豬去買菜，速度還能調節，只要扭一下耳朵，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他直接成了街上最靓的老頭。大爺還會和野豬一起睡覺，野豬每天叫他起床，熟練的打開窗戶，對着主人開始叫。大爺如果想賴床的話，他會反復開關窗戶，發出噪音。看起來野豬應該是餓了，主人起身去廁所給野豬做早餐，剛做出來的就是熱乎，野豬吃的一臉享受。大爺說野豬是爬山時意外撿到的，當時很小一只，很可愛，沒想到它才3歲，身長就超過了1.9米，體重接近600斤。不過還好，野豬很溫順，能聽懂人說話，可以和狗一樣握手，甚至還會跳舞。大爺可以隨時騎在它身上，不過被大爺騎久了，野豬也會調皮的想騎一下主人。大爺完全沒有招架之力，被600斤的野豬壓得死死的，差點壓出了腰間盤突出。大爺每天都會帶它遛彎，野豬很聽話，過馬路會跟着主人走天橋。路過一家豬肉店，它突然停了下來，奇怪，怎麼聞到了媽媽的味道？他莫名感到有一股殺氣，嚇得他趕緊就溜。又路過一家年糕店，賴在店裡不肯走，臨走時忍不住想要下嘴，被大爺無情制止。但是年糕包裝已被破壞，大爺也只好買下了年糕。野豬邊吃還邊低頭感謝，畢竟是野豬嘛。大爺也會帶他來山上遛彎，爬山過水根本不算什麼，一到山上，野豬的本性就暴露了，到處拱來拱去，完事就會乖乖的跟着大爺回家，最後和大爺來個親親，就可以安心的睡覺了。不過要論寵物的稀有度，還得看下面這個。他把一塊石頭鎖在了保險箱裡，還說這石頭價值1000萬。接着揭開了一塊布，出現了一塊奇怪的石頭。小朋友說這是恐龍蛋化石，說這個石頭和樹上的化石看起來一模一樣。節目組還是不相信，他又拿出手機搜索恐龍化石照片，確實看起來很像。化石是在公寓空地上發現的，當時幾個小朋友在挖土，就挖到了這個奇怪的石頭。接着還諮詢了體育老師，老師說以我的經驗來說，好像是真的。那到底是不是恐龍蛋化石？我們帶着石頭找到專家，专家看了半天，說這些還真是恐龍蛋化石，因為石頭表面有一層類似蛋殼，還說可能是草食類恐龍的蛋。小朋友越聽越興奮，問化石能值多少錢？專家說需要進一步確定化石的形成時間和地點，才能確定價值。那化石是怎樣進入公寓的？物業說公寓建成於1993年，根本就弄不清化石從何而來。那會不會是有人丟失的？工作人員詢問了公寓附近的人，有個大爺說是他丟的，很多年前買給孩子玩的，現在孩子都大了，沒人玩就丟了。還說如果小朋友喜歡的話，可以留着。小朋友听到這個消息，激動的手舞足蹈，還說會好好收藏，努力學習，成為一名專業的地質學家。好了，我是預備關注我，每天一個明慧行為大賞。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種可樂，現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一款可樂，已經超過了100年，瓶蓋都是用的木頭塞子。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樂，他這裡多的是，什麼造型的瓶子都有，全是腦洞大開的設計，從最胖的到最花裡胡哨的都有，還有各種限量款的可樂，有的瓶子上都鑲了鑽石，還有奧運紀念可樂、美國隊長可樂。他還收藏了很多可樂周邊產品，就比如可樂主題的錄音機，因為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收集这些花掉了好幾百万。節目組仔細數了數，足足有4000多種。大叔還說會一直收藏下去，要打破世界紀錄。然而下面這個大爺的收藏能點燃你的心。大爺在塗口紅，但其實這是打火機。他轉身又吃起了餅乾，其實還是個打火機。他30年收藏了6000隻打火機，家裡牆紙都是打火機做的，各種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看着是把錘子，其實是打火機。燈泡也是打火機，牛奶盒都能出火，螃蟹鉗子噴火你能信？滅火器都能出火，這就離譜了。包包能打火，高跟鞋也可以，最小的和1元硬幣差不多，小是小了點，但照樣能打火。
最大的就要用2只手抱着，要說是燃气灶我都信。最独特的要数下面这个，火焰可以分叉，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这一款就是来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机，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打火机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收藏也很费钱，他花100萬收藏了5000部手機，全是你沒見過的，有設計成香蕉玉米的，保齡球也是電話，超人都背着電話啊，來電就會蹦迪，還有來電就會吐絲的蜘蛛俠電話，易拉罐也是電話，連鞋底都能設計成電話，密密麻麻擺滿了房間，地板上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工作人員數了數，光客廳就有2000部，另一個房子更多，但大多都是智能手機，一共算下來有5000部，並且這些都安裝了電話卡，都能正常使用。節目組隨即撥打了幾個，果然就接通了。他說每月光套餐費就得5萬塊錢，為此連周末都要去兼職。妻子也覺得這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考慮再三，他決定做出改變，把手機都賣掉了，還給兒子買了一屋子玩具。他終於想明白，親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和他一樣，下面這個人也喜歡收藏，只不過他只收藏座機，整個倉庫擺滿了座機，一共有3000多部，100多年前的古董電話都有。神奇的是，電話竟然還能使用，不過要像搖動手柄發電才能打電話。大叔演示了一遍，插上了一個什麼模塊，然後真就撥通了工作人員的手機，通話音質非常好，就好像穿越了一樣，很神奇。大叔還打算開一個手機博物館，把這些不常見的電話展出，供大家欣賞。然而下面這個大爺的收藏更有價值，他5年收集了3000萬個煙頭，每天都要去街上撿煙頭，一天就要撿1萬多支，撿滿一箱就要封存起來。5年內收集了300多箱。晚飯後他又去撿煙頭了，還說現在撿的最多。來到飯店門口，果然發現了很多，不一會兒就全部撿乾淨了，即使垃圾桶裡的煙頭也不放過。有人說經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撿煙頭，下雨天也不例外，只要大爺出現的地方就絕對不會允許有煙頭。那為啥大爺會痴迷於撿煙頭？大爺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隨意丟煙頭的人，還說這樣能讓自己鍛鍊身體，感到非常快樂。和大爺有同樣愛好的還有這隻烏鴉，只要看到有人抽煙，他就會發起攻擊，趁其不備直接一口奪下香煙，接着把香煙搗碎丟進垃圾桶。小哥說自己每次抽煙烏鴉都會出現，好像是針對自己一樣。工作人員假裝抽煙，看會不會遭到同樣待遇。烏鴉仔細觀察了一會兒，假裝毫不在意的路過，突然一個箭步向前叼走了香煙。所以無論是誰，只要抽煙就會成為他的目標。香煙到手，接着又用翅膀把煙弄滅。為啥他會有這種迷惑行為？專家認為他是想把香煙的氣味塗抹到翅膀上來驅趕寄生蟲而已。很多鳥類都會這樣做。好吧，原來如此。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這位96歲的奶奶曾經死過，但又活了過來，不僅長出了黑頭髮，還長出了新牙。村民都曾參加過她的葬禮，而此刻她卻在廚房做飯，看起來非常健康。她記得自己生病住院，但完全不記得自己死而復生的經歷。面對節目組的質疑，老人的女兒說，這一切都是真的。當時在醫院裡，母親就停止了呼吸，我們連衣服和板板都為她準備好了。之後，老太太突然開始咳嗽，慢慢的恢復了生命跡象，家人都感到很震驚。醫生聽說後也感到很驚訝，和老太太一樣死而復生的還有下面這隻狗狗。這是一隻從墳墓裡爬出來的狗，在它死後的第5天，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主人看到它回來，頭髮都炸起來了，而且旺財後腿受了嚴重的傷，只能用前腿爬行。這一切要從5天前說起。那天主人在田裡幹活，旺財在馬路上溜達，一個沒注意就被過往的車碾壓了。當主人趕過來的時候，旺財已經奄奄一息，沒一會兒，旺財就閉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主人非常傷心，然後鄰居幫忙把旺財埋在了山上。但就在5天後，主人在院子裡突然聽到一聲熟悉的狗叫。剛開始她以為自己幻聽了，沒太在意，但隨後她老公也聽到了狗叫聲，於是他們朝聲音的方向搜尋，最後在房子附近的溝裡發現了旺財。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議，鄰居也很內疚，畢竟是自己誤以為旺財死了，才幫忙埋起來的。此時旺財的身體情況很差，寵物醫生對他進行了全面檢查，發現旺財後腿已經粉碎性骨折了。那麼這種情況下，他是如何從半米深的坑裡爬出來的？為此，節目組邀請了動物行為專家，專家分析後說，當時掩埋旺財的土壤顆粒很大，還混合着很多雜草，使得空氣能夠流通，這很利於他爬出墳墓。破土而出的旺財就這樣沿着回家的路一點點爬行，最後爬到了家附近的溝裡，溝裡面的水幫助他生存了4天，最終被主人在這裡發現。隨後醫生給旺財做了骨折手術，手術很成功，骨頭都恢復了原位。那就希望旺財早日康復。勇敢狗狗不怕困難，他們都是經歷過死亡的。而下面這位是每天都會神秘消失。這個男人說他媽媽每天晚上都會神秘消失，於是節目組趁白天趕緊去見了他媽媽。
哦，原来是小狗的妈妈。主人说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天亮了又会準時出現。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來，問題是它一直被鏈子鎖着，而且鎖扣需要按壓才能打開。小白無論如何都是無法掙脫鎖鏈的。開鎖專家也說，這種鎖扣只有人才可以打開。專家認為是有人故意幫小白解開的，但是家裡其他人都說沒有幫小白解開過鎖鏈。沒辦法，節目組決定安裝攝像機，全程拍攝。剛開始一切正常，時間來到半夜2點13，突然一陣聲響驚動了節目組，接着就發現小白已經消失了，狗窩裡只剩下了狗寶寶。節目組趕緊查看錄像，小白剛開始只是來回徘徊，突然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鎖扣就被打開了，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裡。為了解開謎團，節目組又邀請了動物專家，反復觀看錄像後，終於發現了問題。鎖鏈是用一根電線制作的，當小白來回走動時，就會把鎖鏈擰起來，利用巧勁別開了鎖扣。剛開始的時候，小白可能意外打開了一次，慢慢的他就對開鎖越來越熟練，畢竟沒有困難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現在問題又來了，小白為什麼要選擇晚上消失？專家通過分析後發現，原來小白消失是為了來後院吃狗糧。專家表示，小白是個盡職的母親，她知道要想餵好孩子，自己就要保證營養，才會每天偷偷跑出來加餐。主人感到很內疚，決定以後在小白的狗糧裡再多加上1盒罐頭。最後我還有個疑問，為什麼小白的2個孩子是不同的品種啊？知道的評論區說一下。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讓我們一起走進科學。它天生就有2個胃，一次能吃100個肉夾饃，吃自助餐盤子都能堆到天花板。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課，但這僅僅只是開胃菜。接着來到路邊攤，又吃掉了10份烤冷麵，這屬於他的餐後甜點。這樣下來一頓午餐就算吃完了。來到公司直接衝進了廁所，還說自己消化快，一天就要拉8次，放屁都比別人臭。每天都是上班、餐館、廁所3點一線。下班後他來到一家烤肉店，先要了10斤五花肉墊墊肚子，烤到滋滋冒油，一次夾上3塊，再放上1勺芥末，一口吞了下去。很快10斤肉就進肚子了，現在感覺有6分飽了。回家又做了1份辣醬拌飯，還加了1管芥末，說自己完全感覺不到辣。之所以這麼能吃呢，是因為自己天生有2個胃。工作人員肯定不信啊，帶他來到醫院，醫生也不信，從來沒聽說過有2個胃的人。接着給他做了胃鏡檢查，醫生的表情逐漸嚴肅起來，看起來好像真的有2個胃。接着又推他照 CT， 觀察他的消化過程。當他吃下東西，胃部很快凸出來一大塊。醫生說其實他沒有2個胃，只是他長期暴飲暴食，胃被撐大了1倍而已。為了健康必須要控制飲食，小哥也表示會慢慢改變飲食習慣。之後他還做起了美食博主，給大家傳遞健康的飲食理念。和他一樣，下面這個小哥從小就與眾不同，他背上長了一顆巨大的黑痣，從脖子一直延續到後背，上面長滿了毛髮，又粗又硬。工作人員摸了摸，非常扎手。小哥說剛開始只是一個小黑點，慢慢的就長成了一大片，甚至腿上也長了大大小小的黑痣，走到哪都是別人議論的焦點，圍觀群眾都看懵了。但小哥很大方，還主動讓人摸摸看，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小哥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不會刻意把黑痣隱藏起來，別人的指指點點小哥並不在意。然而小時候卻不是這樣的，上學時一直遭到同學的嘲笑，都說他是怪胎，還給他起了很多外號，這讓他很自卑。老師一直鼓勵他，既然無法改變現狀，首先自己就要接納不完美的自己，讓內心充滿正能量，不要在意別人異樣的眼光。從那之後，他會大方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媽媽說之前家裡窮啊，沒錢給兒子看病，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不過呢，節目組就是大氣，直接帶小哥來到大醫院，醫生檢查了半天，說因為黑痣一直在生長，現在要先確定黑痣是否病變。接着一番全面檢查，醫生給出的結論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聽到這話，小哥對生活更加充滿希望。我覺得小哥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保持樂觀的心態最重要。然而下面這家人更神奇，他全身沒有骨頭，把手按在凳子上，他可以圍着凳子轉圈，正常人手臂只能轉200度左右，他卻能轉360度，還說一點都不疼。圓規畫圓都不用倒手，一氣呵成，洗碗也變得很方便，還上過節目，主持人都看懵了。然而他其他部位卻非常僵硬，腳踝能轉動的幅度很小，把腿繃直，雙手也夠不到地面。他覺得自己手臂沒有關節，所以才能旋轉360度。為了搞清楚怎麼回事，節目組帶他來醫院做了全面檢查。醫生說他的肩關節和肘關節活動範圍比正常人要大，骨頭並沒有什麼問題，而且這種技能好像還遺傳，他女兒也能360度轉動啊！不僅如此，他弟弟也有過人之處，弟弟天生就有個長舌頭，足足有10厘米，舌頭輕輕鬆鬆可以舔到鼻子，如果借助外力的話，甚至能夠碰到眼睛。和朋友一對比，比朋友的舌頭長2倍，吃酸奶都比別人吃得乾淨，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淨淨，狗見了都流淚。那為什麼會有這麼長的舌頭？醫生檢查過後說，一方面是有遺傳原因，另一方面經過他長期訓練，舌頭附近的肌肉很發達，能很好的控制舌頭。經過測量，足足有10厘米，好像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老人死了15年，身體卻沒有腐爛，甚至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手指甲還在生長，連血管都清晰可見，甚至還長
長出了黑頭髮。家人都認為奶奶並沒有死，只是睡着了而已。他們會定期給奶奶剪指甲，每天還要給奶奶擦身體，單獨給她做飯。看着成為一具乾屍的老太太，節目組也震驚了。原來15年前奶奶突發疾病住院，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況下，竟然噴出了16斤便便，接着就斷氣了。奇怪的是，體溫並沒有下降，一直維持在36度，身體也不僵硬，除了沒有氣息外，沒有任何去世的症狀。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裡，慢慢就變成了一具乾屍。專家說，只有在極其乾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乾屍。然而當地的天气高溫潮濕，這種環境下沒有腐爛，就很不科學。節目組覺得可能做了防腐處理，但家人卻說並沒有做過任何處理，還說奶奶有個特別的習慣，那就是吃齋，一吃就堅持了50年，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奶奶的事在當地廣為流傳，很多人慕名而來，想要一睹真容，還覺得她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都用瓶子接水喝。至於究竟是什麼原因，專家也沒有給出解釋，只能說真的很神奇。然而下面這面牆也很奇怪，他家的牆會哭，只要靜靜的聽，就能聽到抽泣的聲音，整整哭了10天。店主說有時用力敲2下，他又會稍微停一會兒，越到晚上哭聲越大，搞得人心惶惶，顧客都被嚇跑了。工作人員錄下聲音，找到了專家，對聲音進行了波長分析，總之結論就是這聲音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真是見了鬼了，難道牆是活的，它有心跳？大家才不信。店主請來了裝修師傅，這師傅一來也不敢得罪這牆，大家鼓勵了他好久才開始。現在牆上打了個洞，內窺鏡往牆裡一看，就看到了2隻閃亮的眼睛，師傅被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隻小貓咪，牆上都是抓痕，看起來現在已經精疲力盡了。那它是怎麼鑽進去的？節目組檢查了屋頂，猜測是通過屋檐下的縫隙鑽進去的，在牆壁之間穿行時不慎跌落到了牆裡面。店主說這隻貓我見過，之前一直在我店門口轉悠。店主決定明天拆牆救它，可第2天牆裡一點動靜沒有，通過手機觀察，裡面空空如也，貓咪不見了。專家認為貓咪已經自己逃脫了，強大的求生欲讓它克服了種種困難，最終爬了上來。幾天後，小貓咪果然出現了。然而下面這家也發生了一件怪事，他家經常無緣無故的出現長頭髮，有長有短，最長的有2米，比他本人都高，有時出現在廁所，有時出現在臥室，拔一根自己的頭髮做對比，大小幾乎一模一樣。他覺得這就是人的頭髮，關鍵他家人都是短髮，而且最近來家裡的人也都是短髮。一開始呢還誤會了老公，以為是老公在外面帶來的。這種現象呢是1周前開始出現的，老公當時在疊衣服，就發現了一根長頭髮，衣服是剛從烘乾機裡拿出來的，他趕緊查看烘乾機，裡面卻乾乾淨淨，毛都沒有。慢慢的頭髮出現了越來越频繁，看着嚇人。房子呢是他們租的，剛住進來也沒幾個月，而且像這樣的房子租金卻很便宜，當時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他們懷疑房子裡發生過不好的事情，難不成真的有鬼？節目組帶着毛髮找到專家，专家看了半天，說從粗細大小上來看，和頭髮確實很像，接着又在顯微鏡下觀察，結果專家卻說這並不是頭髮，那這到底是啥呢？專家說這就是褲子上的線頭而已。接着妻子檢查了衣服，果然在一件西裝上抽出了一模一樣的線頭，長度也完全符合。虛驚一場。好了，我是月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大媽腦袋裡長了一塊吸鐵石，頭上總會吸到曲別針之類的小東西，而且還不會掉，走到哪吸到哪。但腦袋看起來沒有任何異常，而且最近經常無緣無故的頭痛，疼得她滿頭大汗，去醫院做了腦部 CT， 但機器一直叫個不停。醫生剛開始還懷疑她戴了發卡，經過多次檢查，醫生也震驚了，她腦袋裡還真的有一個12毫米的東西，邊緣看起來很鋒利，就鑲嵌在頭骨上，距離大腦不到1毫米，如果穿破頭骨的話，那後果不堪設想。奇怪的是，頭上並沒有任何傷口，大媽也完全不記得這東西是怎麼進入腦袋的。醫生懷疑是小時候摔倒後，這東西就卡在了腦袋裡，當時沒注意，慢慢的傷口就愈合了。隨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經過漫長的等待，醫生成功把這東西取了出來，在體內存在了30年，表面都已經生鏽了。那到底是不是吸鐵石呢？經過分析這東西和吸鐵石成分很像。專家說，這種金屬一般都是用作加熱元器件，像吹風機了、取暖器裡面都有這種東西，很難想象是怎麼進入腦袋的。手術後大媽狀況良好，再次進行 CT 掃描，機器也沒有響。看着伴隨了自己30年的吸鐵石，大媽唏噓不已，无独有偶，下面這個大爺腦袋裡也有個東西。大爺腦袋裡有一顆子彈，只要一思考，腦袋就會疼。子彈已經存在了40年，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擊，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當时就做了手術，本以為子彈完整的取了出來，但由於最近剧烈頭痛，去了醫院，才發現腦袋裡還有殘留的碎片，專家都不敢相信他還活着。妻子很震驚說一直以為丈夫腦袋都是漿糊，沒想到還真差點成漿糊。但是現在有個棘手問題，子彈距離大腦關鍵區域只有3毫米，要想取出子彈，很有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事故。由於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醫生建議保守治療，平時頭痛的話可以吃點藥。大爺也覺得本來子彈都在腦袋裡待了40年了，也不差這幾年了，對吧？和他一樣，這個男人腦袋裡有一顆螺絲釘，而且頭上沒有任何傷口，不記得怎麼卡在裡面
面的。他說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腦袋，当时血流不止，去醫院做了腦部 CT， 才發現腦袋裡有一個2厘米的東西。不過還好，這東西只停留在了頭骨上，醫生認為可能是螺絲釘，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沒見過這種螺絲釘。母親也很震驚啊，說他小時候頭上沒有受過傷，和醫生商議後決定立即開展手術。幾個小時後，東西終於被取了出來，醫生認為是雨傘的傘頭，確實非常像。他也說小時候經常和小夥伴拿傘打着玩，可能無意間就卡在了腦袋裡。不過現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要我說更奇葩的還要數下面這個大媽。大媽屁股上長了一塊6厘米長的玻璃，玻璃已經存在了36年，她卻毫無察覺，還說一點都不痛。直到一次健身的時候，突然屁股劇烈疼痛，檢查過後才發現屁股裡竟然有一塊玻璃，玻璃距離腸道只有1厘米，劇烈運動或者稍有不慎都會傷到內臟，按說都會出現感染或者腫脹的情況，但大媽36年來沒有任何症狀。這就很奇怪了，那玻璃是如何進入身體的？大媽回憶說，年輕時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門，當時就腿上扎了一個玻璃碎片，其他地方沒感覺到疼，萬萬沒想到屁股上還有一個，就這樣存在了36年。下面這個男孩也很神奇，他從8歲就開始脫髮，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沒有，眉毛光禿禿的，下巴也乾乾淨淨，甚至連睫毛和鼻毛都沒有。同學們嘲笑他是怪胎，这讓他很自卑，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連帽子後面的洞也要縫起來，永遠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他說走在街上，感覺別人都在議論他，甚至患上了抑鬱症，休學了1年，即使在家裡也要戴着帽子。母親說去過很多醫院都沒有治好。節目組帶他找到毛髮專家，檢查了半天，終於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一根毛髮。專家說這種情況是有可能治好的。聽到這話，母親激動的哭了，她也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決定不再在乎別人異樣的眼光，別人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那就祝他趕快自信起來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大叔養了一屋的蚊子，竟然是为了給孩子吃。只見他用網兜在這一坨黑乎乎的東西就是用蚊子做成的肉餅，50萬隻蚊子才能做出一個，一口下去起碼10萬隻，據說吃起來很像魚肉。小哥嘗了一口，反應一言難盡。每年一到雨季，非洲維多利亞湖就會出現數以萬億計的蚊子，所到之處就會形成一股黑色旋風，場面相當震撼，嚴重的時候可以說是遮天蔽日。這裡的人看到卻喜出望外，對他們來說蚊子再小也是肉，是每年不可多得的美食，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抓蚊子對他們來說完全沒有挑戰性，隨便拿個鍋碗瓢盆在空中揮一下，就能輕鬆捕獲成千上萬隻，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樂乎。收集到足夠多的蚊子，就可以制作蚊子肉餅了。第一步，把蚊子捣成黏糊糊的一坨，像揉面一樣揉成团，然後手工按壓成肉餅的形狀，按壓力道是關鍵，會影響最終的口感。接着起鍋燒油，一瞬間伴隨着滋啦滋啦的聲音，肉香四溢散開，煎到兩面黢黑即可。裡面熟不熟不重要，吃的就是這個原汁原味。你看隔壁小孩都饞哭了。據說蚊子餅吃起來很像魚肉，因為蚊子主要生活在湖邊，所以還會夾雜一絲海鮮味。煎炸屬於常規做法，當地還有更加獨特的烹煮做法。煮上滿滿一鍋蚊子湯，一口濃湯下肚，別提多鮮了。攝像小哥不相信，決定嘗一嘗。怎麼說呢？吃起來回甘有點臭，不過在食物匱乏的非洲，蚊子餅確實給他們提供了大量蛋白質，這就是大自然對非洲人民最好的饋贈。酋長抓起一把泥土，根據土裡螞蟻的多少來尋找一種在這個季節才有的食物，這東西對他們來說比黃金還要珍貴，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風險也要得到它。每次行動前還要進行一番奇怪的儀式，向叢林祈禱平安與成功。馬上就要下雨了，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他們來到一棵參天大樹前，他斷定這棵樹上就有他們要找的美食。這樹足足有40米高，需要6個人才能抱過來，這是個不小的挑戰。但為了族人，他依然決定爬上去，砍下一根藤條，用力擰成繩子，把自己和樹幹牢牢捆綁在一起。這是他唯一的保護措施。剛開始攀爬速度很快，6米長的藤條在他手中靈活擺動，很快就爬到了10幾米。這時樹幹開始變得濕滑，他拿出斧頭挖出一些洞，當成落腳點，這就是他不斷向上的基石。爬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停了下來，看起來應該是抽筋了。長時間的攀爬，他早已精疲力盡，現在進退兩難，只能掛在半空緩一緩。短暫休息後，看着妻兒期盼的眼神，他咬咬牙再次出發。他一鼓作氣，樹頂近在咫尺。與此同時，樹下的搭檔點燃了樹葉，迅速把這堆樹葉傳送上去。這個是關鍵道具。樹頂長滿了苔蘚，濕滑無比，在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下，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他拿着這捆樹枝，在樹頂找了半天，來到一個樹洞前，一邊用濃煙燻烤洞口，一邊用斧頭砍。還沒砍幾下，斧頭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體，他迫不及待品嘗起來。看樣子已經找到了，原來他們苦苦尋找的美食就是蜂蜜。當斧頭沾上蜂蜜，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把洞口鑿開，直接把手伸了進去，終於收穫了第一塊蜂巢。蜜蜂對他發起圍攻，他也毫不在意，很快就裝滿了竹籃。蜂蜜對於他們來說異常珍貴，一點都不能浪費。他把手上殘留的蜂蜜也刮進了竹籃。地上的妻兒已經在咽口水了，
他趕緊把竹籃傳遞下去。從天而降的這一整筐蜂蜜，讓翹首以盼的家人們感到欣喜。對於一直將昆蟲、荷葉草作為主食的他們而言，只有這個季節才能吃到蜂蜜，因此倍感甜蜜。此刻他也可以盡情享受收穫的喜悅。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這是一種比鯡魚罐頭還要臭的食物，一般人聞一下就會吐，他們卻愛到不行，平時都捨不得吃，只有招待客人的時候才会拿出來。記者嘗了一口，反應非常真實。這種食物就是醃海雀。要制作這種美食，第一步先抓海雀。這個半山腰就有大量的海雀，一對父子穿着淺色衣服，埋伏在岩石中，等待合適的機會。他們的工具就是一張網，等海雀靠近，直接用大網一摟，就能輕鬆捕獲一只。沒一會就收穫了上百只。現在海雀有了，要完成這道美食，還需要一張海豹皮。海雀不需要任何處理，直接帶毛往海豹肚子裡裝，裝滿後再排出裡面的空氣，把海豹肚子縫合起来，縫合口均匀塗上海豹油脂，防止长蛆，然後把它埋在岩石下面，不留任何间隙。接下來經過6個月的發酵，就形成了著名的醃海雀。取出來可以看到，海雀保存得非常完整，看着很新鮮，不過味道實在令人上頭。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嘗。拿出來的海雀直接拔毛，從拔毛的輕鬆程度就可以判斷海雀是否已經發酵成功。拔毛後对着屁股猛吸一口，把已經發酵腐化的內臟通通吸出來，一股濃湯下肚，鹹味加腥味再加納豆混合下水道的味道，他們卻吃得津津有味，越吸越上癮，根本停不下來。他們甚至還說吃起來有點甜。記者忍不住嘗了嘗，說還可以接受，不是很臭。不過在缺少蔬菜的情況下，醃海雀確實給他們提供了大量蛋白質和維生素，這就是因紐特人獨特的飲食習慣。22歲小伙每天在背包裡裝一袋沙子，走到哪都帶着，家裡米缸內也裝滿了沙子。吃飯時他從袋子裡掏出來一些，抓上一大把就往嘴裡塞，吃得一臉享受。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吃完還張嘴讓大家檢查了一下，他說沙子吃起來口感很脆，還有點甜。怕大家不信，小伙還想讓一旁的大叔試試，大叔也不含糊，抓起一把就要往嘴裡塞，接着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媽的，這不神經病嗎？小伙說每天帶一袋沙子，是為了能隨時隨地給自己補充能量，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吃上一口整個人都精神了。他沒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工地上的沙子新鮮可口，品類多量還大，這種紅沙是最好吃的。不過今天吃起來感覺有股騷味，有點奇怪。他轉頭又來到另一堆沙子前，看起來好像是新品，還真沒吃過，抓起一把先嘗嘗鹹淡。總結下來，白沙比較鹹，紅沙比較甜，根據周圍小動物的多少，味道也會有所變化。不過說起他吃沙子的原因，卻很令人心酸。小時候他家裡很窮，3天餓9頓的，餓得實在受不了了，就想着吃沙子來緩解。這一吃不要緊，意外打開了味覺新世界，就這樣還吃上癮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大爺只是給挖掘機輪胎打個氣，卻引來一群人圍觀，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只因大爺有個絕活，用嘴給輪胎充氣，竟然比打氣筒還好用。家裡的暖水袋被他當成氣球吹，幾下就能吹爆。他平時就用肺活量檢驗暖水袋質量，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計其數。平時出門都隨身帶着一個橡膠軟管，看見沒氣的車子，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陣吹。大爺只有一個信念，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絕對不允許沒氣的情況。大爺說這都不算什麼，還有更厲害的，他可以給卡車輪胎充氣。大家決定做個實驗，一邊用打氣筒，一邊大爺用嘴吹，看誰能把輪胎吹爆。比賽開始，大爺這邊輪胎肉眼可見的變大，一旁7個成年人輪番用打氣筒，但輪胎的鼓起程度還不如大爺用嘴吹得快。5分鐘後，大爺已經把輪胎吹得硬邦邦，一旁的輪胎卻還是扁扁的。很明顯大爺贏了，但他卻並不滿意，說要升級挑戰，把一個鐵架子放在輪胎上，上面又站了20個小伙子。他要在負重的情況下把輪胎吹爆，但不得不說，咱們中國的輪胎質量屬實不錯。大爺吹了10分鐘，硬是沒吹爆。大爺倒也沒太往心裡去，表示不會停止挑戰自己。這不，今天他就想要挑戰極限，吹挖掘機輪胎。很快就引來一群人圍觀，大家都覺得不可能成功，大爺卻氣定神閒，坐着吹了幾下，輪胎竟然紋絲不動。很明顯，這次挑戰確實不一般。只見他站起來半蹲馬步，穩扎穩打的吹，輪胎終於有了點起色。畢竟是挖掘機輪胎，吹到一半的時候最困難，幾口下去輪胎也沒啥变化。大家不停給他加油打氣，大爺擦了擦汗，接着青筋暴起一陣猛吹，終於把輪胎吹了起來。大爺一臉傲嬌地說，自己才66歲，還能再吹他個10年，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許出現打氣筒。大姐每天洗澡必須穿着自制的鎧甲，洗一半的時候就要站在馬桶上，說這樣做是為了保命。家裡堆滿了各種雜物，在家只能爬行，所有東西都用塑料袋包着，屋頂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邊邊角角還包上了锡紙。大家都非常不理解。跟他來到臥室，大姐終於放鬆下來，摘掉了帽子，這才發現帽子是用區別針做成的，看起來足足有幾萬個，戴起來非常重。大姐就這樣戴着帽子生活了10年，她到底在躲避着什麼呢？大家建議她脫掉鎧甲生活，大姐顯得非常擔心，猶豫再三，決定脫下來試試。沒過1分鐘，她突然把頭埋在毯子裡，
顯得非常焦慮，說自己疼得受不了了。接着快速穿上了鎧甲，這才慢慢平靜下來。大姐解釋說自己能感受到電磁波，房子裡充滿了電磁波，微弱的電磁波就會對自己造成傷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屏蔽電磁波。可奇怪的是，大家並沒有感受到什麼電磁波。用專業儀器一測，輻射量遠低於安全標準，也就是說，這微弱的電磁波並不會對人體產生傷害。大姐非常不解，因為自己確實能感受到電磁波的傷害，這其實就沒啥好說的了，直接看心理醫生吧。溝通下來才知道，在她年輕的時候，被一個陌生男人跟蹤長達半年，會在半夜敲她的門，還經常給她發騷擾信息，感覺自己時刻都在被監視。從那之後，她變得敏感多疑，以至於都能感受到手機發出的輻射。她以為隨着時間的流逝，自己會慢慢好起来，沒想到卻變得越來越嚴重。醫生建議大姐要直面內心的恐懼，即使暫時無法克服，也要學會和恐懼共存，學會接納自己，慢慢就會好起來的。這是一種長在樹上的酒，為了採集這種酒，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險，僅靠一根繩子穿梭在高大的樹木之間，小哥淺嘗幾口，味道一言難盡。這種酒就是棕櫚汁，採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個裝酒的容器，順着用椰子殼綁定的節點，一點點往上爬，來到樹冠後，將棕櫚樹花序頭部切開，把罐子套在花序頂端，來回敲打幾下，用來刺激汁液分泌。敲擊手法和力度會影響流出汁液的多少。幾個小時後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櫚汁。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櫚汁，他們不會爬上爬下，而是把棕櫚樹用繩子鏈接起來。採完一棵樹，順着繩子就來到了下一棵。要裝滿1桶棕櫚汁，他們一次至少要採集10棵樹，一天就要採集2次。把剛採集的棕櫚汁經過過濾，等它自然發酵，放幾小時就成了棕櫚酒。聞起來有一種很淡的酒味，喝起來酸酸的，好處就是很利尿，因為棕櫚汁含有糖分，所以也可以用來熬糖。把收集到的棕櫚酒過濾一遍，在路邊等着收酒的小販上門。這種酒非常搶手，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報，這就是斯里蘭卡菜酒人的生活。他家的房子會自己加熱，室溫常年64度，平底鍋不開火就能煎雞蛋，水龍頭出來的也都是熱水，牆紙都燒焦了，往牆上潑水會發出吱吱的聲音，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燙個水泡，工作人員踩一會兒就汗流浹背了。不僅如此，臥室的溫度竟然達到了70度，這睡一覺還不就8分熟了，而且地暖早就關了，電源早就拔了，不可能是地暖問題，那會不會是電路問題造成的？節目組檢查了所有電路，結果一切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但還是找不到問題所在。大半日的根本睡不着啊，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潑水來降溫。鄰居們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說房子下面有溫泉，還有人說房子下面是地獄之火。一時間關於他家的謠言越來越多，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就在節目組測量外牆溫度時，意外發現電表的溫度非常高，這就很反常了。打開電表的瞬間就冒出了電火花，維修人員發現電表和配電盤之間沒有斷路器。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結構，而是鋼架結構，當電表短路時，整個房子都是導體，產生的熱量會通過鋼架傳遞到整個房子，所以才會出現超高溫的現象。幸虧發現的早，不然煤氣罐都有可能發生爆炸。維修人員找到了粘在一起的電線，換上了新的電表，一切恢復了正常，這下可以涼爽的睡個好覺了。然而下面大叔家裡發生了更離奇的事，他家的牆會拉屎，每天早上就會出現滿牆的便便，有長有短，最長的有25厘米。然而這條街上只有他家牆上會出現這種現象。你要說有小動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但是牆上是怎麼拉上去的？有的位置比人都高，一般的小動物是做不到的。那會不會得罪了什麼人？大叔說自己為人和善，從沒和別人有過紛爭，這種情況是半年前開始的。他還安裝了監控，但一直沒有拍到可疑人員，便便都是突然出現的。節目組請來專家，決定從便便入手。專家開始收集大便，他們要從便便裡提取 DNA 來確定到底是什麼物種的糞便。節目組也沒閒着，架起了多個攝像機，全方位監控這條街。一夜過去了，便便再次出現，查看錄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從天而降的，沒有拍到任何生物，這就很驚悚了。這時便便的分析結果也出來了，專家說是人類的糞便，而且還是女人的。那現在好辦了，只要是人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節目組安裝了更多的攝像機，一夜過去了，果然有收穫。錄像顯示便便是從他家對面飛出來的，還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個滿頭白髮的人。大叔看到都懵了，說這是他家對過的鄰居，名聲很好的，從來沒想過是他們做的。節目組拜訪了鄰居，老人說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不知道妻子的這種迷惑行為，表示很不好意思，說可以幫忙打掃，以後會看住妻子，不會讓她亂丟便便。大叔也很無奈啊，說本來想找到人要點賠償的，想想還是算了吧，最後表示可以理解，以後不再出現這種事就更好了。然而下面餐廳遇到了更靈異的事，這家餐廳的橡膠手套每天晚上都會被撕得粉碎，形狀非常不規則，看起來不像是人為的，好像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它瞬間分解。店主說這種情況已經持續2周了，非常詭異，想想就起雞皮疙瘩，以至於早上開門都不敢一個人進去，等員工到齊後才敢進入。來到後廚一看，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員工分析，如果是動物的話，肯定會找東西吃，不會沒事撕手套的。但是房間的食物並沒有少，那會不會是人？工作人員試了下，根本撕不開，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這種粉碎的效果。店主想到了一個方法，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等明天看看有沒有腳印就完事了。節目組也架起了攝像機全程記錄。第二天一早，詭異的事情發生了，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然而一個腳印也沒有。查看錄像後發現，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完全沒有任何外力的作用，自己就裂開了，這很不科學。難道真的遇見鬼了？節目組找到專家仔細觀察錄像後說，手套應該是被臭氧破壞的。餐廳一般會用臭氧消毒，臭氧有很強的氧化性，可以輕鬆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結構。至於為什麼只發生在晚上，是因為白天一直通風，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濃度高了就可以腐蝕手套。為此專家還做了個實驗，密閉空間內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至此真相大白，一切只是個化學反應而已，只要晚上也把通風打開，就可以解決這個靈異事件了。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有個大豪宅，卻天天住在廁所裡，睡覺在廁所，吃飯也在廁所，掀開墊子下面全是尿，還說廁所味道清新自然，廁所門時刻緊閉着，好像在躲着什麼東西。他說只要離開廁所就會頭暈目眩，全身痠痛，不得不離開的話就要全程戴口罩。去客廳那都算是旅遊了，還會給客廳噴一種神秘的液體。白天大媽很反常的出門了，她來醫院看望丈夫10年前得了中風，就一直住在医院，一見面丈夫就哭了，說到底是怎麼回事。这時大媽說她房子有毒，還說是鄰居往她家放的毒氣，之前和鄰居吵過架，所以就往她家放毒氣，讓她無法安心睡覺。為了防止毒氣擴散，她封死了家中的各個縫隙，還安裝了多個監控攝像頭，因為廁所的氣味最小，就成了她的庇護所。雖然大媽說的證據確鑿，但節目組卻什麼都聞不到，用專業儀器檢測後沒有發現任何異味，甲醛也沒有超標。節目組拜訪了鄰居家，也不像大媽說的那樣，大媽之前還報過警，警察也檢查過鄰居的房子，沒有任何異常。很明顯這一切都是大媽自己想象的。精神科醫生表示，丈夫住院後她不得不獨自生活，產生了嚴重的焦慮和孤獨感，可能就慢慢產生幻覺了。醫生說大媽需要人陪就會慢慢好起來。走進科學節目組變成走訪問問節目組，陪大媽聊天，給大媽按摩，還一起在廁所吃飯。幾天過去了，大媽突然從廁所出來了，她開始正常的做飯，口罩也摘掉了，給工作人員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說現在已經聞不到任何異味了。大媽終於走了出來，看到沒對象的趕緊找個吧，不然老了真的會很孤獨的。和大媽一樣，下面這個大姐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大姐每天穿着用2萬個曲別針做的衣服，衣服重達50斤，就這樣在家裡穿了10年，家裡堆滿了各種雜物，在家只能爬行，所有東西都被裝在塑料袋中，甚至天花板都用塑料袋覆蓋着，窗戶也被封上了，洗澡也不脫衣服。只見她洗着洗着，突然站在了馬桶上，她竟說不得不這樣做，她究竟在躲避着什麼？大姐說家裡有電磁波輻射，讓自己非常痛苦，她認為曲別針可以屏蔽輻射，才用曲別針做了這件盔甲。為了驗證她的說法，節目組請來專家測量房子的輻射量，結果房子幾乎沒有任何輻射。工作人員建議她脫掉鎧甲，大姐猶豫再三，決定試一下。沒過1分鐘，她突然把頭埋進了被子裡，表現得很焦慮，還說自己疼得受不了了。接着又開始穿鎧甲，穿完大姐長舒一口氣。節目組找來了心理醫生，一番交流下來，大姐突然哭了起來，緩緩說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在她年輕的時候，被一個陌生男人跟蹤了長達半年，她搬過好幾次家，都會被找到，會在半夜敲她的門，還經常給自己發騷擾短信，換手機號也沒有用，感覺自己時刻都在被監視。從那之後，她變得非常敏感多疑，以至於能感覺到手機發出的輻射。她以為隨着時間的流逝，自己會慢慢好起來，沒想到卻變得越來越嚴重。醫生建議大姐不要逃避，要直面內心的恐懼，即使暫時無法克服，也要學會和恐懼共存，學會接納自己。和大姐有相似打扮的還有下面這位大叔，大叔的口罩是用沥青做的，衣服上也塗滿了瀝青，還說自己不能暴露在陽光下。他家裡也非常昏暗，沒有任何一盞燈，插頭都被拔了下來，即使是一個信號指示燈都會被他用黑色膠帶蓋上。電視也被大叔故意砸壞了，家裡所有的電器都處於失靈狀態，唯一有用的就是電腦，但用電腦之前必須全副武裝，最多只能使用3分鐘，不然身體就會疼痛難忍。他還去過很多醫院，醫生都說他身體很健康。說話間他突然緊張起來，緊緊盯着100米開外的一輛汽車，戴上了口罩和帽子，還說是為了安全。他究竟在躲避着什麼？大叔說這一切都是因為這個信號塔，以前他就住在這個信號塔下面。他說附近的輻射很嚴重，
只要一靠近，心臟就會劇烈疼痛。大叔解釋說自己對輻射很敏感，一點點輻射就會對自己產生傷害，為此才戴粒徑口罩來躲避輻射。可信號塔附近的鄰居卻說並沒有感受到任何異常。專家也解釋說，信號塔只會以水平方式發送信號，並不會對塔下的人產生過量輻射。工作人員還用專業設備檢測了屋內的輻射量，結果遠遠低於安全標準，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既然大叔說自己能感受到輻射，那給他做個測試好了。給大叔戴上眼罩後，讓他判斷面前電腦的開關機狀態，結果測試7次，錯了5次。很明顯了，大叔的問題只是心理問題。要想治癒心理問題的話，第一步就是要面對恐懼。他找到心理醫生諮詢，原來大叔做生意虧了很多錢，家庭也破裂了，巨大的壓力讓他產生了幻覺。一番溝通下來，大叔決定不再逃避，直面內心的恐懼，勇敢面對生活。加油吧，大叔！好了，我是岳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肩膀上出現了一隻詭異的手，像是一個嬰兒趴在了背上。關鍵他家就一個孩子啊，左邊露出的腳是自己的，旁邊看起來根本就沒有人。然而詭異的照片不止這一張。丈夫說之前在車裡給孩子拍照，車窗上也出現過一個奇怪的影子，有胳膊有腿的，看起來很像人。當時連續拍了2張照片，奇怪的是第2張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剛開始以為是窗戶髒了，但車是剛洗完的，完全沒理由啊。節目組找到專家，通過分析照片信息，專家不認為這是靈異事件，給照片調個色就可以看出來，影子有一圈明顯的線條。專家認為是之前車窗上的貼紙留下的印記，雖然肉眼看不出來，但手機是可以拍出印記的。為了驗證這個說法，節目組找來了同款車型，往車窗貼上蜘蛛俠貼紙，然後在烈日下暴曬6小時，完事後揭去貼紙，車窗還是乾乾淨淨的，即使用背景布遮住，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記。接下來用手機對着車窗拍照，果然拍到了貼紙留下的印記。至此影子的謎底揭開了，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釋？專家仔細觀察後發現，大腿旁邊凸出來一個三角形的東西，像是裙子之類的衣角。他推測當時後面可能有一個1.2米左右的女孩，正好舉了手，由於視線遮擋，拍出來的就只有一隻手而已。節目組還原了當時的場景，等女孩走到嬰兒車後面時，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隻手。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虛驚一場。有相似經歷的還有下面這家人。他家客廳窗戶上出現了一張臉，看起來像是梳着雙馬尾的老太太，死死地盯着一家人。窗戶對面就是牆，不可能是对面反射過來的，而且他家在3樓，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來的。当時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廳整理玩具，完事後对着玩具拍照，第2天欣賞照片時就發現了這張臉，看着非常詭異。隨後對着窗戶又拍了很多照片，但是那張臉沒再出現過。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不是人，那是什麼？專家分析後確認了照片的真實性，考慮到房子的周圍環境，專家認為是屋內某個東西反射在了窗戶上。仔細觀察後，在出現臉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妻子說之前確實會把衣服掛在凳子上，專家表示應該是衣服的褶皺正好反射在了窗戶上，才形成了臉的輪廓。接下來還原現場，把相機架在當時拍照的位置，在椅子上掛好衣服，弄出人臉的輪廓，然後拍出的照片中確實有類似臉的東西出現了。專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皺，反覆調整，終於5個小時後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樣的人臉，都是一種巧合而已。然而更詭異的還在下面，每到深夜，村裡山坡上就會出現一張臉，臉部輪廓非常清晰，就這樣一直盯着整個村子。村裡老人說，山坡之前就是墓地，到現在還有好幾座墳墓，已經不知道主人是誰了。村裡另一位大媽也說，在她小時候，山坡上還發生過一起慘案，一家3口慘遭滅門。一時間關於這張臉的說法越來越多，聽起來也是越來越靈異。節目組架起了攝像機全程記錄，想要一探究竟。天漸漸黑了下來，那張臉也慢慢浮現了，看起來有鼻子有眼的，像是一個男人的臉。村民議論紛紛，有人說是來尋仇的，有人說是來索命的，反正大家都很恐懼。節目組的攝像師超勇的好不好？他決定在山坡上近距離觀察，當他撥動一下樹枝，這張怪臉的形狀竟發生了改變。攝像師差點笑了出來，說山坡上的樹被路燈反射後就會形成對稱的陰影，看起來就像是眼睛，而樹幹看起来就好像鼻子，周圍的藤蔓就成了臉的輪廓，一切都是錯覺而已。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哎，你別說，現在看起來還挺可愛的。還有人說現在看起來像企鵝，這就很尷尬了。說實話，我看這種靈異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希望你看完也能開心。好了，我是岳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後背上竟然長了一個腦袋，還變得越來越大，摸起來那軟軟的，感覺裡面好像有東西在動，但誰都不知道裡面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然而醫生的一句話讓所有人大驚失色，直到最後把腦袋切開，才看見他的真面目。大叔說自從多了一個腦袋，感覺自己變聰明了很多，但常常感覺後背有蟲子亂鑽，手臂和脖子還經常會失去知覺，心裡呢會產生2種不同的聲音，分別控制自己，常常會產生邪惡的念頭。他怕以後無法控制自己，真的做出什麼不好的事，所以呢趕緊找到了醫生，來了個線上會診。
讓他把衣服脫掉。這東西的個頭屬實把醫生嚇了一跳。他說這東西已經長了23年。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過了沒幾天就長出了這東西。剛開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慢慢就變成了這樣。會診過程中，他突然開始胡言亂語，還奇怪的大笑，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樣子。醫生頓感不妙，懷疑是洗澡時感染了食腦蟲。當食腦蟲侵入體內，會一點點啃食神經組織，患者就會出現頭痛、惡心、四肢麻木的症狀。由於腫塊緊靠着腦袋，醫生懷疑食腦蟲已經侵入了大腦，情緒控制相關的大腦區域已經受到了干擾，大叔才會出現幻覺、精神錯亂等症狀。一旦食腦蟲開始啃食視神經，那他將會有失明的可能。現在必須要盡快進行手術，看看這個腦袋裡到底有什麼。醫生還想問一些關鍵的信息，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亂語。這時，大叔的兒子走了過來，醫生趕緊讓兒子把他控制住。等大叔穩定下來後，趕緊送來醫院。隔天，大叔來到醫院進行手術，醫生經過細緻的計劃和準備，手術就開始了。把腦袋割開後，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東西，看着非常像奶油。不過還好，醫生並沒有發現食腦蟲，看起來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處理完畢，縫合傷口，慢慢的就可以康復了。這個公寓的住戶凌晨4點必須起床，然後捂着耳朵站在牆角，也並不是他們想起床，而是被一個怪聲吵醒的。每到凌晨4點，整個公寓就會傳來敲門聲，有時聲音又像小孩在樓頂玩玻璃球的聲音。物業也試圖找到聲音來源，關閉了所有能產生噪音的設備，但聲音仍然存在。現在反而變本加厲，什麼奇怪的聲音都會出現，公寓住戶都被搞得精神崩潰。這個大媽就受不了了，長期折磨讓她患上了神經衰弱，現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大家偷偷安裝了監控，想看看到底有多誇張。一到凌晨4點，震耳欲聾的聲音把攝像小哥都嚇一跳，噪音高達90分貝。要知道地鐵站的噪音才81分貝而已。大家發現用鐵錘敲打瓷磚的聲音和這怪聲很像，懷疑是有人故意這樣做的。到底是什麼人會一直制造這種聲音呢？犯罪心理學家表示，半夜發出這種聲音能影響人們的生活，這可以讓他內心得到莫大的滿足。這種人就是心理變態。大家決定找到這個罪魁禍首，準備了10多台監控，蹲守在大樓各個角落。結果幾天下來，這怪聲突然神秘消失了。大家猜測，這個制造噪音的人已經害怕了。其實沒必要再調查了。1個月後，節目組回訪，物業表示，自從節目組開始調查後，聲音就沒再出現過。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覺了。他對着家裡的窗戶連續拍了5個小時的照片，只為拍到一個熟悉又恐怖的東西。一家人最近被這東西搞得心神不寧。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家住3樓，最近卻出現一個梳着雙馬尾的老太婆，趴在窗戶死死盯着一家人，就問你怕不怕？這鬼臉是偶然拍到的，一開始以為是窗邊玩具印上去的，放大後一看不對勁，越看越像人臉，更像是一個面目猙獰的老太婆。這把他看得頭皮發麻，緊接着對着窗戶又拍了幾張，結果照片裡神秘的老太婆又消失了。你就說怪不怪吧？關鍵這是3樓啊，一般人根本就上不來。他覺得這根本就不是人，趕緊拿着這鬼照片找到專家。專家對照片進行數據分析，結論是這鬼臉是真實存在的，並不是 PS 的。但專家並不認為是靈異事件，他認為是室內物體反射產生的陰影而已。仔細觀察後，發現鬼臉旁邊有椅子的影子，猜測這鬼臉應該是掛在椅子上的衣服反射形成的。緊接着專家開始了測試，在椅子上掛好衣服，對着窗戶拍照，拍到的照片上果然出現了一些輪廓，但並不像人臉。專家繼續擺弄衣服，盡可能的弄出更多褶皺，就這樣一直拍照測試了5個小時，終於拍出了之前的鬼臉。所以這就是一種巧合而已。他在廁所偷偷安了監控，正对着馬桶和面盆，看到了讓人哭笑不得的一幕。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後，廁所就會傳來咕呱咕呱的怪聲，打開燈卻什麼都沒有，窗戶都安裝了防盜窗，根本不可能有東西能進來。這怪異現象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半夜都不敢上廁所。有次主人半夜實在尿急，躡手躡腳的來到廁所門口，就看到一個小黑點閃過，從面盆一水孔鑽了進去。這下主人更怕了，拿着錄到的聲音求助專家。專家一聽卻笑了，給他出了一招，在水龍頭上綁一條面包蟲，把這東西調出來。主人壯着膽子乖乖照做，完事只需要守着監控靜靜等待。沒一會，廁所就傳來了一聲咕呱的叫聲，只見有個黑黑的東西在眾目睽睽之下從面盆裡鑽了上來。仔細一看，竟然是只樹蛙。難道一直發出怪聲的就是它？樹蛙對着面包蟲若有所思，也不知道在想什麼，接着一口吞了。沒成想蟲子綁得太緊，嘗試了幾次都没吃到，又灰溜溜地鑽進了面盆。關鍵他家在9樓，這樹蛙是怎麼爬上來的呢？雖然樹蛙會爬牆，但靠他自己是不可能爬到9樓的。樓上樓下的鄰居都問過了，也沒人養樹蛙。專家研究半天，說樹蛙只可能是從外面人為帶回來的。問了一圈，主人說前段時間從鄉下拿回來很多白菜，準備做泡菜。專家一拍腦袋，說樹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裡，陰差陽錯就蹦到了面盆裡。現在重要的是趕快把它解救出來。把面盆拆下來，剛切開一個洞，樹蛙就跳了出來，小小的一隻，非常可爱。大家決定先暫時把它養在家裡，等春暖花開時再讓它回歸自然。他們對着大媽的胸部 X 光片議論紛紛，都感覺不可思議，因為 X 光片顯示
大媽胸口竟然有根5厘米長的針，距離心臟只有1毫米。拿金屬探測儀在大媽胸口一掃，儀器就會發出嗶嗶嗶的聲音。這針已經在體內存在10多年了，最近體檢才發現，關於這針是怎麼進入體內的，大家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吃東西誤吞下去的，但這個說法很快就被醫生否定了。通過食道很難到達現在的位置。另一個大叔說，也許是大媽做完針線活後睡着了，翻身過程中針就刺入了體內。醫生說這種假設是最有可能發生的，因為胸前的軟骨很容易就會被刺穿。現在針距離心臟只有1毫米，劇烈運動或者稍有不慎都可能危及生命。現在最重要的是趕緊把針取出来。在進行了全面檢查後，醫生表示手術過程中很有可能會發生緊急情況。醫院在做好萬全準備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針和靜脈看起來很相似，因此很難區分。為了避免觸及肺部和心臟，手術不能出現一丁點的失誤。不過還好，經過漫長等待，醫生成功把針取了出來，已經变得鏽跡斑斑。術後大媽狀況良好，看着伴隨了自己10多年的針，大媽唏噓不已。她當着醫生的面，用隨身攜帶的鐵錘瘋狂敲自己，邊敲還邊笑。敲完肩膀敲膝蓋，這可是一把貨真價實的鐵錘啊！大叔每天就用塑料袋裝着隨身攜帶，一有時間就哐哐往身上敲，即使在门外也能听到敲打聲。敲完膝蓋敲肚子，敲完肚子敲敲胸，順便敲敲胳肢窩，接着敲下巴和上巴，最後敲敲腦殼，從下往上敲了一遍。他說一點都不痛，甚至還挺爽。攝像小哥試了試，差點是事。大叔給自己這套按摩手法取名錘子療法，說自己一身腱子肉就是這麼敲出來的。錘子療法還可以燃燒腹部脂肪，8塊腹肌也是這麼來的。這麼看來好像真的有用，但不管怎樣，大叔已經收穫了一批小迷妹。這些處在更年期的小迷妹都覺得錘子療法能消除疼痛、緩解疲勞，總之非常有用。關鍵還都覺得大叔很帥。但当他脫掉上衣，脊椎都被敲得通紅，長了厚厚的老繭。來醫院檢查，發現大叔有頸椎間盤突出的問題，這是怎麼回事呢？明明敲打後很舒服嗎？怕醫生不信，當面拿鐵錘哐哐敲了起來。敲完上面敲下面，醫生表示錘子療法確實幫助他鍛鍊了手臂肌肉，但不建議繼續做，很可能會加重頸椎間盤突出的問題。聽了醫生的話，大叔回家就把鐵錘換成了按摩儀，笑嘻嘻地表示自己主打一個聽勸，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被母蚊子咬一口到底有多恐怖？這相當於往身上插了6把刀，他們对着傷口邊吸血邊吐口水，甚至還不停拉屎。下面就來看看蚊子恐怖的吸血過程。當你剛閉上眼睛，蚊子就悄悄飛到你身邊，找到最容易下嘴的地方，直接就是一口老痰，進行局部麻醉。蚊子的細長嘴巴被稱為口器，不到1毫米的口器竟然藏了6根針，它們各司其職。當蚊子開始吸血時，先用2根锯齒針割開表皮最外面的一層，它們非常锋利，你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2根刺血針幫忙尋找人體血管，找到血管，蚊子並不會馬上就吸，而是先注射一種含酶的唾液，防止血液凝結，使血液能被順暢吸入，然後就開始了干飯。蚊子一次可以攝入體重2到3倍的血液，為了能盡量多吸食血液，蚊子會把消化器官中的食物殘渣盡量排空。它們就這樣一邊吐一邊吃一邊拉，從蚊子落到皮膚上直至吸飽，總過程約2分鐘左右。就在它吸血的過程中，順便把病毒也帶到血液裡，導致每年大量人死亡，蚊子也就成了世界上最致命的昆虫。其實吸血的都是母蚊子，公蚊子的口气沒有母蚊子發達，也就能吸一吸花蜜之類的。蚊子叮咬後出現的發癢腫塊，其實是我們自身免疫系統處理蚊子唾液產生的。也就是說，讓我們長出大腫包的其實不是蚊子，而是我們積極幹活的免疫系統。如果你身上有些腫塊特別大特別癢，那麼很可能遇到了新手蚊子，它們尋找血管的技術生疏，吐的口水比較多導致的。希望大家都能遇到專業點的蚊子，畢竟腫塊能小一點。這是一種比鯡魚罐頭還要臭的食物，一般人聞一下就會吐，他們卻愛到不行，平時都捨不得吃，只有招待客人的時候才會拿出來。小姐姐嘗了一口，反應非常真實，這種食物就是藍紋奶酪。這家意大利工廠仍然使用古法制作，能動手的盡量手動完成。每天早上農場會送來新鮮牛奶，一開始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大約20分鐘內牛奶就會變成凝乳，看起來像一個巨大的豆腐腦。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塊，把切好的小塊装進圓形模具中，每個桶都有編號，這相當於他的身份證。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中，每天都要來回翻轉4次，來幫助凝乳沉澱。靜止1夜後，奶酪成型開始醃製，機器會在奶酪表面均勻撒上一層鹽，隨後再次送入儲藏室。儲藏室裡溫暖潮濕，這有利於奶酪中霉菌活動。質檢員會隨機檢查發酵情況，一般經過3天左右，就需要把它們轉移到冷藏室。在這裡，每一塊奶酪都要被扎上白針，這是為了讓氧氣進入奶酪內部，使其長出標誌性的藍色紋理。時間是制作這道美食的關鍵，根據口感的不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個月，直到表面發霉變臭。質檢員把洛陽鏟插入奶酪，輕輕轉動就可以把內部的奶酪帶出來，通過氣味和口感來判斷奶酪是否發酵完成。2個月的藍紋奶酪還比較柔軟，味道類似3天沒洗的臭襪子。
一般人都比較容易接受。放置3個月的奶酪就已經變得很硬了，內部的藍色紋理清晰可見，味道也抽得很正宗。记者忍不住嘗了一口。成熟的蓝紋奶酪是高檔餐廳必不可少的美食，吃面的时候來上一点，臭烘的得勁。發情期的功效到底有多可怕？他們要給這只600斤的鱷魚拔牙，一個牙洞裡竟拔出了9顆，牙齦已經嚴重潰爛。醫生為他進行緊急手術，卻發現了一個更驚人的秘密。拔牙第一步，先把鱷魚弄到岸上，飼養員拿一只雞當誘餌，很快鱷魚就上鈎了，被一點點引誘上來。飼養員用木棍安撫他的情緒，鱷魚貌似很舒服地張開了嘴，可以看到門牙的位置出現了一個黑洞，感覺蛀牙還是很嚴重的，需要緊急治療。飼養員用繩子綁住鱷魚的傷疤，準備給它來一針鎮定劑。鱷魚變得非常暴躁，畢竟有4米長，力量非常驚人。為了安全，大家又套上了另一個繩子。但就在這時，鱷魚突然使出絕招——死亡翻滾。它每翻滾一次，就會被繩子多纏一圈。為了防止它把自己纏死，飼養員趁他不注意，用一塊毛毯遮住了他的眼睛。大家一擁而上，使出全身力氣，才把這600斤的鱷魚控制住。接着給他注射了滿1管鎮定劑，但鎮定劑對他好像不起作用，鱷魚還是不停掙扎。大家趕緊又補了一針，這次終於生效了。鱷魚一動不動，眾人合力把600斤的鱷魚抬上擔架，撬開嘴巴塞入了一根棍子，這下就可以仔細觀察牙齒狀況了。看起來並不是簡單蛀牙，裡面出現了很多牙齒碎片，牙齦都已經開始潰爛。醫生猜測，這可能是由於長了智齒導致的，因為沒有足夠的生長空間，智齒就把正常牙齒頂到了一旁，慢慢就壞掉了，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接着用工具挖呀挖呀挖，終於挖出了第一塊牙齒碎片，很輕鬆就拔了下來。不一會用鑷子又夾出來一塊，緊接着第3塊也出來了，一個比一個大。飼養員都震驚了，從沒見過這麼奇葩的情況。很快醫生就從牙洞中取出來9塊牙齒碎片，但這還遠遠沒有結束。醫生發現在這個牙洞裡面竟同時長出了2顆新牙，現在必須要去掉一個。醫生用鉗子拔了半天，拔掉了一個3厘米長的新牙，現在剩下的一個很快就能長成健康的門牙。最後用藥水对内部反复清洗和消毒，就完成了治療。鱷魚也慢慢蘇醒過來，大家給它鬆綁。重獲自由的鱷魚好像知道了怎麼回事，並沒有攻擊任何人，慢悠悠地爬進水裡，直接鑽進了男朋友的懷抱。醫生懵了，沒想到最後還吃了一嘴狗糧。這個大爺30年吃了40萬顆糖，這絕對是你見過最愛吃糖的大爺。只見他夾起一片泡菜，兩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進了嘴裡，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1勺白糖，就連吃炸醬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攪拌攪拌就開始享用美食了。這種神仙吃法震撼周圍的人一整年。他見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這是他認為最熱情的方式。他嘴裡隨時隨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顆糖，口袋裡也裝滿了糖，除了睡覺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飯點了，大爺打開糖罐子，把滿1勺白糖加在米飯裡，做了個白糖拌飯，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吃米飯的。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他夾起一片泡菜，蘸上一點白糖，接着就送進了嘴裡。這還沒完，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1勺白糖，這個我就接受不了了。飯後大爺還得來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後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點點水，攪拌一下，一飲而盡。就這種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還有400塊糖果，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大爺輕蔑一笑，說：“開什麼玩笑，我沒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麼吃就怎麼吃，嘿嘿。”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糖的？原來30年前他的身體出現了問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壞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難受的病。說起來也是搞笑，大爺雖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卻是他從不吃糖的妻子。大爺每天都會鍛鍊1小時，他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嗎？節目組帶他來到醫院，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雖然你暫時沒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壓，還是建議趕快戒掉糖，這樣才能保持健康。最後大爺表示，為了健康自己會盡量少吃糖的。老爺子這種情況算比較好的了，下面這個男人就比較嚴重了。這個男人從出生就喝可樂，33年滴水未進。只見他打開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鐘瓶子就見了底。吃飯的時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顏色的汽水，這幾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點點米飯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飯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經連續喝了33年，瓶子連起來都可以繞操場30多圈，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升的體重。不僅如此，他的牙齒也被汽水腐蝕壞了，還得了關節炎，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藥，一把藥物塞進嘴裡。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為什麼不喝水呢？他卻說聽到這種回答，節目組覺得很搞笑，怎麼可能呢？每個人都可以喝水啊！為了解答疑惑，他決定現場演示，一口礦泉水下肚，緊接着
而且他头上也滲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後，母親给他準備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麼都吃不下，只能喝一點汽水。從那以後就開始喝汽水了。母親起初對兒子很心疼，於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沒想到最後卻沉迷於汽水，無法自拔了。接下來按照慣例，他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首先確定的是他的牙齒都成了蛀牙，需要盡快治療。在經過各項檢查後，醫生說他現在的骨骼年齡已經相當於70多歲的老人了，而且他的關節問題更嚴重，有些關節已經粘在了一起。醫生建議他必須停止喝汽水。至於他為什麼喝水就會肚子疼，心理醫生認為可能是小時候的手術或者當時服用的藥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還是心理作用。幾天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他家裡已經看不到汽水的蹤跡了。他說自己已經把汽水都扔掉了，現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鮮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趕快恢復健康。仔細看，他家臥室的牆上居然會不停地出血，即使擦乾後還是會有紅色液體不停地滲出來，而且只有靠着床的這面牆會出現這種現象。把滲出部位打開後，可以看到紅色液體是從牆體內部滲出來的，內部還填充了保溫材料。主人說這種情況是2周前開始出現的，那天早上起來就發現牆壁出現一個硬幣大小的紅色斑點，他懷疑是身上的傷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沒有受傷，這就很奇怪了。他也沒太在意，繼續上班。下班後他發現紅色斑點越來越多，用刀子把牆紙割開後，裡面就開始滲出紅色液體，這多少有點恐怖了，該不會裡面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吧？隨後節目組在滲漏處貼上紙巾，用攝像機全程記錄，沒一會兒乾淨的紙巾上就出現了紅色液體，會不會有貓咪之類的卡在了裡面？但主人說應該不會，牆裡面沒有任何空間，牆體厚度也就10多公分，為了保暖，他們還填充了保溫泡沫。更蹊蹺的是，隨着紅色液體的出現，他父親的身體變得很差，自己也發生了一些怪事。為了搞清楚怎麼一回事，節目組找到了專業的裝修師傅，師傅也覺得很奇怪，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於是他決定上門一探究竟。一番檢查下來，師傅決定揭開牆紙，瞬間一大片紅色印記出現，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師傅看着紅色液體陷入沉思，經過漫長的等待後，他終於講話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 至於牆壁裡為什麼會出現水分，是因為3個月前外牆被拆除了一層，無法阻擋冷空氣，導致牆壁凝結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虛驚一場。好的。同樣遭遇靈異事件的還有下面這位大叔，他每次開車來到這個路口，後備箱就會不受控制的自動打開，就好像有什麼東西要上車一樣。這不，大哥拉着節目組剛來到這裡，後面突然就傳來聲音，後備箱又自動打開了。 即便手動關閉，他還是會當着大家的面自動打開，完全不給面子。但是除了這個路口以外，車子都是正常的，後備箱也不會自動打開，而且其他經過這個路口的車也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只有大哥的車會這樣。即使在白天，只要經過這裡，後備箱就會無緣無故的打開。大哥懷疑這個路口之前出過事故，有一些髒東西看上了自己的車。大哥越說越害怕，於是和節目組約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員直接鑽進了後備箱，拿着攝像機想要記錄一下後備箱是如何自動打開的。一切準備就位，大哥開着車就來到這個路口，錄像顯示後備箱在沒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動打開了，攝像小哥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那現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開車來到路邊的汽修店，師傅仔細檢查了後備箱的機械鎖，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那會不會是這個車型的設計缺陷呢？節目組又找來了同款車型，開車來到這個路口，一切正常，後備箱沒有任何反應。沒辦法，最後節目組找到了 4S 店，師傅對車輛檢查後發現車輛之前安裝了後備箱遙控鎖，問題可能就出在遙控鎖上。師傅說，如果路口附近的設備頻率和你遙控鑰匙頻率一樣的話，等你開車經過就會出現後備箱被打開的情況。現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頻率的設備，隨後發現相同頻率的信號就是從路口的商店傳出來的，而這個設備正是商店的感應門鈴。節目組拿着設備想要測試一下，結果卻並不能打開後備箱。原來只有相同的頻率也不行，還需要頻率的密碼和車輛遙控器密碼一樣才可以。也就是說，這個路口肯定存在一個頻率和密碼都和車輛遙控器一樣的設備，所以每次經過這裡，後備箱就會自動被打開。至此真相大白，大哥決定更換遙控器密碼，以後就可以安心的經過路口了。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拿着一片白菜葉，對着洗潔精連按了3次，然後把擠出來的洗潔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葉裡，直接塞進了嘴裡。節目組的人都看呆了，但這只是他的開胃菜而已。隨後他又擠出來一勺洗潔精，他又要幹什麼？只見他把一勺洗潔精都加入魚湯裡，攪拌攪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來了，直接開灶。這個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節目組想嘗試一下，然後就一胃口大金杯拉滿。所以他為什麼要吃洗潔精？奶奶說他不能吃肉之類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話，就必須先吃洗潔精，清潔一下油脂。我是服了，這都是什麼腦血栓想法啊？不過話說回來，吃洗潔精對他的身體真的沒傷害嗎？洗潔精廠家表示，如果誤食洗潔精的話，輕則住院，
重則開席，連肖恩都救不了你。這時，奶奶緩緩說出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輕的時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沒時間去醫院。偶然間，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潔精，沒想到啊，竟然緩解了胃部疼痛，於是就開始一直吃洗潔精了。接下來正常流程，她被節目組帶到醫院做檢查，經過一系列的檢查後，醫生表情凝重，由於長期吃洗潔精，她的腸胃功能已經受到了嚴重損傷，醫生建議必須停止吃洗潔精。奶奶聽後表情也凝重起來，那我以後還怎麼吃肉啊？醫生說可以通過藥物來緩解症狀。隨後奶奶從藥店買了藥，信誓旦旦的保證說以後不會再吃洗潔精了。2周後，節目組去奶奶家做回訪，想看看她身體恢復的怎麼樣。萬萬沒想到，奶奶真的恢復了吃洗潔精。沒辦法，節目組又給奶奶進行了一番科普，讓她用藥代替洗潔精。1個月後，節目組再次回訪，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說她現在已經習慣吃藥了，不再吃洗潔精了。為了慶祝奶奶戒掉洗潔精，節目組準備了一份炸雞，現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話說，這位奶奶年齡小，不懂事，亂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這位81歲的奶奶就過分了。81歲的奶奶把眼藥膏擠在勺子上，先喝口溫水，然後就把眼藥膏送進了嘴裡，隨後又取出假牙，牙槽裡也要擠上滿滿一條，完事再戴起來。奶奶說這種感覺非常 gay， 她是不是對眼藥膏有什麼誤解啊？看了這種奇葩操作後，節目組好奇地問她，你拿眼藥膏還會做什麼？奶奶說，眼藥膏嘛，除了不用在眼睛上，哪裡都能用啊，比如脖子酸痛了就可以抹上一點，活血化瘀，疏通經脈，而且腳上也可以用，治腳氣一絕，今天塗明天好。不僅如此，眼藥膏在手，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護手霜，實在是居家旅行必備良藥。她這樣使用眼藥膏已經10年了。節目組問她吃眼藥膏是種什麼體驗，她說入口綿柔，回味甘甜，總結來說就是不好吃。又到飯點了，奶奶把眼药膏擠在假牙上，她說這樣的話就可以啃得動骨頭，不然連米飯都咬不動。奶奶吃着吃着又開始吃眼藥膏了，她孫子的表情可以說明一切。她說眼藥膏可以幫助她消化，原來她一直都有腸胃消化方面的問題，也吃過一些健胃消食片，但是有嚴重的副作用。有一天她突發奇想嘗了一下眼藥膏，結果感覺非常 gay， 於是就這樣一直吃了起來。家人都很擔心奶奶的身體健康，都勸她不要再吃眼藥膏了，否則只能等吃席了。奶奶卻說，你們試試嘛，真的管用。最後没辦法，奶奶被家人帶到醫院做檢查，一番檢查下來，醫生明確說道，眼藥膏不是萬能的，不僅不能幫助她，我們還發現眼藥膏引發了食道炎，所以必須停止吃眼藥膏。聽到這些後，老太太終於決定不會再吃眼藥膏了。要說吃眼藥膏比較奇葩的話，下面這個奶奶表示不服。70歲的奶奶打開一罐可樂，一口氣全部喝掉，然後滿意的打個嗝，這是她最享受的時刻。她說可樂是她的靈丹妙藥，生病的時候喝可樂，織毛衣的時候腰痠背痛喝可樂，唱歌唱累了也會喝可樂。採訪人員說，最近一直熬夜剪片子，感覺很累。奶奶卻說，那趕緊整一瓶可樂呀，困了累了喝可樂嘛。她家裡到處都塞滿了可樂，像這樣的罐裝可樂，她每天都要喝10罐。40年裡，她喝了15罐可樂，這相當於一個游泳池的量。她太愛喝可樂了，即使不吃飯也要喝可樂，喝完可樂橫掃飢餓，然後滿意的打上一個嗝。但是她也是有原則的，那就是只喝常溫可樂。她在被子裡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一罐可樂，說自己喜歡打嗝，只有常溫可樂可以使自己打嗝，所以她的可樂從來不放冰箱裡。節目組想測試一下，是不是冰可樂真的不會打嗝。奶奶也很配合，一口氣乾了冰可樂。喝完後，奶奶連連搖頭，說這感覺不對。然後奶奶又喝了一罐常溫可樂，然後那麼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喝可樂的？原來40年前，丈夫和2個孩子意外去世，這對她打擊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裡，是可樂給她的生活帶來了一絲安慰。喝了40年的可樂，那麼她身體狀況還好嗎？她被節目組帶到醫院進行全面檢查，醫生發現她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很多潰瘍面都是反復發作。聽到診斷結果後，奶奶不禁擔憂起來。醫生說不用過分擔心，只要積極接受治療，戒掉可樂就會慢慢康復的。最後她和節目組拉鈎保證，以後會慢慢戒掉可樂的。那就祝他早日康復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男人被100萬個彩虹豆淹沒，只有找到一顆愛慕豆，才能獲